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，把美食带进你的厨房。又到了吃蓝莓的季节了，今天是分享给大家怎样来自制蓝莓酱，做法简单，而且是纯天然的这种。同时再搭配上一个豆乳口味的蛋糕，有淡淡清香豆乳的味道，再加上自制的蓝莓酱，松软香甜，味道非常的哇塞。首先咱们先来做蛋糕吧，之前也做过类似的，是自己做的豆浆，但是还得需要提前泡黄豆，我觉得太麻烦了，不如直接买这种内酯豆腐，放上150克，再加入6个蛋黄，每个鸡蛋大约60克左右的，如果天气特别热，建议在冰箱里稍微冰一下。接着再加入30克的油，用蛋抽把材料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再过筛75克的面粉，搅拌成均匀的糊状，和做普通的蛋糕差不多。不过我觉着豆乳蓝莓这种搭配现在还是挺受欢迎的。第一份材料搅拌均匀之后，再来打发蛋白，就是把刚才6个蛋黄剩余的蛋白里加入75克的白砂糖。1克的塔塔粉，或者是用几滴白醋或几滴柠檬汁代替，然后取来打蛋器，先开低速，防止材料飞溅，逐渐转到高速，持续打发，大概是打发3分钟左右吧，当然也得看自己打蛋器的转速，就是打发到中性发泡，拿出来带有这种弯钩状就行了。那打发好之后，立马取1/3的蛋白混在第一份材料里，用抄底翻拌的方式把材料翻拌均匀。翻拌均匀之后，就把2份材料再混在一起，同样用抄底翻拌的方式把材料翻拌均匀。翻拌均匀之后，就倒在模具里，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。这个是分蛋的做法，还有更简单的，可以直接打全蛋，可以参考之前分享过海绵蛋糕的做法。准备的模具是方形10寸可托底的，材料倒进去之后轻震几下，送入烤箱。那烤箱的温度设定是以80升的烤箱为例，预热到上火160度，下火160度，放在烤箱的偏下层，就是保证模具在中间烤45分钟。较小的烤箱实际温度受热会更高，建议烤箱每小时升，温度降低5度。烤好之后拿出来倒扣放凉，这样可以防止回缩。放凉的时候下面垫一个镂空的网子，或者是垫起来可以排出热气。那趁着放凉的时间来做天然的蓝莓酱，是准备300克的蓝莓，现在也是下蓝莓的季节，很新鲜，相对也比较便宜。清洗的时候可以加入一点面粉和盐，这样用手轻轻的搓几下就洗得特别干净。洗葡萄、草莓都可以用这种方法。洗干净之后就直接把蓝莓捣碎。蓝莓捣碎之后放在锅中炒出少许的水分，加热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再加点糖，30克吧。加热到沸腾之后再加入100克的麦芽糖。那平时也会经常分享这种果酱做的面包、蛋糕，很多朋友会问这种果酱是从哪里买的？如果是自己做没必要买，可以用今天这种最简单的方法做这种天然的果酱就行。像草莓、菠萝、哈密瓜、水蜜桃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。但是有的水果含水量比较大，果肉纤维比较少，这种水果在做的时候可以根据情况再加入30%到50%的冬瓜汁，就是把冬瓜去皮打碎，也不需要过滤，直接混在水果里。冬瓜的纤维比较粗，而且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，适用于这种果肉纤维比较少的水果，增加粘稠度。但是蓝莓这种就不需要了。做果酱也不需要去太多的水分，像这种看上去比较粘稠的时候就可以盛出放凉了，放凉之后就可以吃了。
蓝莓酱配上豆乳口味的蛋糕还是非常好吃的，也很受大家欢迎。学会了之后，咱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了，一次性就做了一个这么大的。还有就是这种分蛋的蛋糕，如果有的朋友做失败了，比如烤裂了、烤塌陷了，反正就是出现了各种问题啊，都不需要扔。下期视频教给大家一种处理的方法，可以做成一道非常好吃的面包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